大家好，这里是乐道中医播客。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古今化营，脉行无端，灵枢引气中的营养传输地图。没错，非常高兴能和你一起开启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在开始之前，你现在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就在此刻，在你安静地听着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的身体深处其实存在着一个极其精密而且在无声运转的能量物流网络。就是像一座那种繁忙但是又特别井然有序的超级大都市，对吧？无数的能量正在你的四肢百骸还有五脏六腑之间奔流不息。是的，这座大都市运转的最核心密码，古人给它起了一个非常精炼的名字，叫做引气。今天我们的探讨绝对不是一堂那种枯燥的理论课，它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身体奇妙之旅。对，我们要把2000多年前的中医大智慧和最前沿的现代代谢科学无缝对接起来，就是希望能帮你在这个日常的吃吃睡睡之间，掌握一套给身体充电的硬核实操指南嘛。没错，首先我们得先来拆解一下引气这个概念。一提到气，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东西是不是有点虚无缥缈？对，感觉像武侠小说里的内功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的。确实会有这种误解，但其实核心理念非常实在，它用4个字概括，叫做内骨为宝。这意味着你身体里最宝贵的这股生命能量，完全源于你吃下去的水谷，也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饮食。也就是说，这股高级能量完全是靠吃出来的呗。对啊，食物进入胃之后，要经过一个中医称之为腐熟和运化的阶段。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脾胃想象成一个恒温的慢炖锅，它需要在温暖的环境下，把粗糙的食物一点点去熬煮、去分解，最后提取出最纯粹的精微物质。哇，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饭，经过这个慢炖锅，最后都化成了那股温热的引气，就像身体里最高级的燃油一样，像溪流一样，在你的14条经脉里静静流淌。这个比喻非常准确，而且这股高级燃油的提炼有一个极其严格的选型机制，古人叫做精专者行于精粹。精专者行于精粹，这个精专者是指什么？最精华的部分吗？没错，中医认为只有最精纯、最专一的那部分能量，也就是纯度最高的营养，才有资格进入精髓，也就是我们的血管，最终化赤为泻，却滋养全身。这听起来跟现代医学里讲的那个机制特别像啊！确实是惊人的一致。现代血管生物学在这一点上跟中医的洞察达到了完美的共识。我们在很多顶尖学术期刊里看到，血管内皮细胞它并不是一层简单的管壁，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管子，对吧？对，它是一个极其严密的智能门卫，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内皮屏障。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只允许高纯度的大分子血浆蛋白、红细胞这些精专者进入血管内部，专一的去执行运输任务。那些没有被选中的，或者说没有进入血管的物质呢？它们去哪儿了？那些没有进入血管的，比如负责防御外敌的免疫细胞，它们反而会穿透血管壁，游走在血管之外的组织间隙里。哇，这不恰好就是中医里说的卫气吗？卫气主外，主防御，行于脉外，而营气在内，主滋养。这2套系统分工太明确了。没错，不仅如此，这套营养提取的流程也完美契合了现代医学的肠肝循环。你看，营养从肠道提取后，经由门静脉先进入肝脏去解毒，然后再进入右心参与肺循环，就是要经过层层把关，最后才蹦向全身，对吧？那既然脾胃是这么重要的加工厂，落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到底该怎么护养它呢？这里就不得不提现代人饮食中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要给你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把握住黄金第1口。黄金第1口，这个听起来很有实操性啊，具体怎么做？就是你每顿饭吃的第1口，最好选择温热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口温软的米粥或者米饭，并且在嘴里细细咀嚼30下才咽下去。这其实是在给你的那个慢炖锅做预热。因为咀嚼会分泌消化酶，温热的食物又能唤醒胃部的微血管。没错，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搞那种冰火两重天，
哎呀，这个太常见了，一边吃着滚烫的火锅，一边大口灌着冰镇可乐，大家是不是经常这么干？对，这其实非常危险。从生理学上讲，冰冷的刺激会瞬间导致胃肠道的微血管剧烈收缩，血管一收缩，相当于这个加工厂突然断电了。哦，断电了，那水谷精微就凝固了，营气生成的源头直接就被掐断了呀。是的，如果长期这么吃，这股最高级的燃油造不出来，身体自然会拉响警报，比如面色萎黄、头晕乏力。所以明天吃饭的时候，你不妨试着把第一口留给温热的米饭。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好，既然我们现在有了这股优质的燃油，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这股能量在体内是怎么配送的。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探索的第二站，14经脉的闭环交通路网。这个路网的设定非常精妙，营气在体内的运行绝对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的，它有一条极其精确、不可逆的高速公路。而且让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这条公路的起点竟然不在负责消化的胃，而是在肺。因为中医里有一句话叫骨入于胃，乃传之肺。你的肺就像是身体里的中央高铁首发站，中医称为朝百脉。每当你进行一次呼吸，肺部就会把这些精微能量泵入全身的血管网络中。我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不可思议的轨迹啊，大家可以跟着想象一下。它从肺出发，依次经过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走完12正经之后，它还没有结束，它会继续向上，通过你背部正中线的督脉以及腹部正中线的任脉，最后奇迹般地再次汇流回肺经。哇，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首尾相接的圆啊。没错，就是古人说的长盈无已，终而复始。这是一个极度精密的闭环系统。其实现代医学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高清影像下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哦，科学家看到什么了？他们发现营养物质和示踪剂在人体内的扩散顺序，竟然跟2000年前记载的这套经脉次序高度吻合。我的天呀，这太硬核了！2000年前的古人没有仪器，居然能把这条高速公路摸得这么透。不过，既然这是一个单向的闭环，那是不是意味着路上任何一个节点堵了都会出问题？完全正确。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拥堵，整条线的物流就会慢下来。临床上很多极度疲劳、怎么睡都睡不够的人，其实不是身体里没营养，而是路网堵了。哎，说到疲劳，这就直接引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痛点。既然营气是最高级的燃油，为什么我们每次吃饱饭之后，不仅没觉得精力充沛，反而会觉得饭后犯困、眼皮打架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硬核的解释是，这其实是一次大规模的身体内部物流调配。饭后犯困是因为大量的营气正集中在胃腑这个加工厂里加班开工，也就是能量全跑去消化食物了，那分配给大脑的营气自然就少了，对吧？是的，这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生理调度机制。但如果你吃完饭马上需要工作，或者这种困倦感让你觉得很难受，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物理动作，给身体外加一个助推泵。太好了，实操环节来了，大家现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叫垫脚尖。如果你现在正坐着或者站着，可以缓慢地把脚尖垫起来，感受一下小腿肌肉那种紧绷的状态。没错，然后再缓缓落下。这个动作的核心在于启动下肢的肌肉泵。人体的小腿肌肉，特别是比目鱼肌，在现代医学中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垫脚尖其实是在给心脏帮忙。对，当你垫起脚尖时，肌肉的强力收缩会挤压深静脉，提供一股强大的物理动力。这能极大程度地帮助滞留在中焦，也就是腹部的营气，更顺畅地泵向全身，包括你的大脑。明白了。那除了垫脚尖，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舒服的配合动作，叫做摩腹长呼。大家现在可以把双手搓热，
叠放在肚脐上，顺时针方向缓慢地摩腹。这种温热的物理按压，就像是给正在超负荷运转的胃部上了润滑油，同时呢，还要配合你的呼吸。对，要把嘴唇微微缩起来，像吹口哨那样，做深长的呼气。这个呼吸配合有什么讲究吗？讲究非常大。当你做深长的呼气时，你的横膈膜就像一个强大的风箱向上推挤，这种机械压力差会像吸尘器一样，把中焦化生出的营气顺畅地抽上来，推向全身。这可比你吃完饭立刻瘫倒在沙发上有效得多。确实，做完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那说到把营气推向全身，我们接下来要把目光投向这条闭环路网中最特殊的一段了，也就是营气入脑。这也是最能体现中西医交汇之美的一段。刚才我们提到，营气在完成大循环之前，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支脉，走的是背部的督脉和腹部的任脉。古人管这个叫上注于脑。以前看武侠小说总觉得这是打通任督二脉的神功，但其实从现代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对吧？绝对有。在顶级期刊比如 Science 的研究中，这套理论被彻底证实了。科学家发现，中枢神经系统周围存在着一个极其活跃的淋巴脑膜与脑脊液循环网络。脑脊液循环网络，这是干什么用的？它简直就是大脑的专属洗碗机。研究发现，当你在夜间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里的神经胶质细胞会收缩，细胞间隙会增大60%。这时候，大量的脑脊液就会顺着类似督脉和任脉走向的深层血管间隙，如潮水般涌入大脑。哇，所以这股涌入的体液不仅带来了新鲜的营养，还在清洗大脑。没错，它能强效清除白天大脑高速运转时产生的各种代谢废物，比如那些跟阿尔茨海默症密切相关的毒性蛋白。这就是生理层面实实在在的营气上注于脑。天哪，原来我们常说睡前要静心放空自己，从生理学上来说，是真的在物理性的打开脑脊液循环的阀门，给大脑充电和清洗废物啊。是的，如果你长期熬夜或者睡前大脑还在疯狂焦虑，这个阀门就死活打不开，代谢废物整夜都堆积在脑子里，排不出去，第二天你当然会头脑昏沉。那为了帮大家彻底打通这条脑脊液的清洗通道，我们要分享一个极具实操价值的简易小周天周流法。我强烈建议你今晚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花个5分钟来尝试一下。这个周流法非常经典，核心就是利用你自身呼吸的节律，结合特定的意念，去主动驱动脑脊液的微循环。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找一下这个感觉啊。当你平躺放松后，第一步，把你的舌头轻轻地抵住上颚，也就是上门牙背后的那块肉。在道家和中医里，这个动作叫搭鹊桥。只要你的舌尖轻轻一搭上去，就像插上了电源的正负极，任督二脉的物理开关就接通了。对，你会立刻感到口腔里有津液分泌，有种用气息周流的轻盈感。那接下来的呼吸该怎么配合呢？当你缓慢吸气的时候，不需要用力，你只需要在脑海中想象那股温热的营气从你的尾骨尖出发，沿着你的后背脊柱中线，也就是督脉，缓缓地往上爬升，一直爬到你头顶的百会穴。然后，当你缓慢呼气的时候，再想象这股温热的能量从你的头顶顺着面部、胸口、腹部的正中线，也就是任脉，缓缓地如水流一般神降下来，最后收回到肚脐下方的丹田。吸气沿后背上行，呼气沿前行下降。建议你每天睡前舒缓地做上10次这样的循环。这种深长的呼吸起伏，其实就是在驱动胸腹腔的压力变化，对吧？没错，这种压力变化正是驱动脑脊液在脊髓和大脑之间循环的强大的泵力。你不仅是在做意念的引导，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度的脏腑按摩和大脑清洗。只要坚持下去，让纯净的营血在夜间彻底冲刷掉大脑的垃圾，你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其实《灵枢营气》这篇经典，它从来不是那种束之高阁的玄虚理论。完全同意，它就是活生生的发生在你我体内的生命物流学，
从早上吃下的那口温热的米粥，到饭后揉腹时的一个深长呼吸，再到睡前舌底上颚的这10次呼吸循环，都在护养我们生命的本源。是啊，养生真的不需要去买什么昂贵的仪器设备，你只要好好吃饭，好好呼吸，顺应身体的节律，你的身体自然会给出最丰厚的回报。我特别鼓励你今晚就开始实践这个小周天，还有明天的黄金地狱口。确实，不过在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非常实际的思考题。既然大脑的这套清洗程序高度依赖于夜间深睡眠的生物钟节律，如果这时候还在玩手机会怎么样？后果很严重。当你半夜1点还在刷着充满蓝光的手机屏幕时，你不仅是在剥夺自己的睡眠时间，你其实是在向大脑发送一个虚假的白天信号。这个信号会直接锁死营气入脑清洗废物的阀门。哇，虚假的白天信号，这太可怕了。所以今晚你想好要不要按时关掉那个阻挡你大脑自动清洗程序的屏幕了吗？与身体的物流网络和解，顺应这套宇宙般精密的内在节律，或许才是我们在信息过载的时代里真正疗愈的开始。说得太好了，这里是乐道中医，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疗愈。下期我们再慢慢聊，再见。